王一博航海大片释出，这已经不像广告了，更像一段完整影像。当一支广告被观众误以为是电影片段，当一个品牌物料看起来更像一段完整的叙事影像，这种情况本身就值得被认真分析。它已经不只是一次常规的商业投放，而更像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视觉表达。换句话说，这已经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广告，而更接近一段具有情绪张力的影像叙事，一种更接近电影语言的内容呈现。在这一次的案例中，话题集中在一个组合上， Helly Hansen 与其全球代言人王一博，以及最新释出的航海主题影像物料。根据现有公开信息，这组内容围绕海洋环境展开，通过航行、海浪与自然场景，呈现一种向远方探索的视觉概念。核心表达可以概括为一句话：向远，不为终点，只为下一道天际线。除此之外，关于拍摄细节与制作信息，目前并没有更多官方披露，部分解读仍属于观众层面的感受，因此需要说明，这些延伸理解尚未被完全证实。如果从品牌合作的角度来看，这次合作之所以引发讨论，很大程度上来自契合度。这并不只是一次常规代言关系，而更接近一种形象与品牌之间的深层重合。这不仅仅是一次品牌合作，更是一种身份层面的对齐。当品牌所表达的价值与艺人长期建立的公众形象发生交汇时，合作本身就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。也就是说，品牌气质与个人形象在同一方向上形成了重叠。Helly Hansen 长期与户外、航海与探索精神相关联，他强调真实环境中的功能性与行动力。而从公众印象来看，王一博的形象也经常与自律、突破、持续挑战未知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。这种一致性并不是一次合作中临时构建出来的，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认知。当两者在同一个叙事框架中出现时，观众不需要额外理解逻辑，就可以自然接受这种组合。这种匹配关系的关键在于它减少了解释成本，观众不会去追问原因，而更容易直接进入内容本身。这种状态使广告不再依赖强行说服，而是通过已有认知完成连接。再看这组影像本身，它的视觉表达同样值得拆解。从已有画面来看，场景以海洋为核心，海浪、天空与开阔空间构成主要背景。整体光线处理偏向自然，色调不过度修饰，而是保留环境本身的质感。这种选择使画面更接近电影或纪录片的视觉语言，而不是传统商业广告中强调产品细节的表达方式。在叙事结构上，它没有明显的产品导向，而是通过连续画面构建氛围。观众所看到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，是一种不断向前的状态，而不是单一的展示行为。这种处理方式使广告逐渐转向体验型内容。当叙事感被放大时，广告的边界自然被弱化。这种电影感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由镜头节奏、环境比例、人物状态与光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当这些元素达到平衡时，观众更容易忽略其商业属性，而专注于影像本身。在这样的视觉框架下，艺人的形象也被进一步放入叙事结构中。从画面呈现来看，王一博在海浪之间的状态是放松而自然的，他的表情与动作没有明显的表演痕迹，更像是被记录下来的瞬间。这种处理方式使人物更接近一种真实存在，而不是被刻意塑造的形象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表达与他长期形成的公众形象保持一致。自由、自律、不断尝试新的方向，这些特质在不同阶段被反复提及。而在这支影像中，这些抽象标签被转化为具体画面，使观众能够通过视觉去理解这些特质。同时，这种呈现也与观众既有认知形成对齐。当画面表达与观众认知一致时，接受成本降低，信任感随之增强。正是在这种基础上，情绪连接开始建立。观众之所以能够被打动，并不仅仅因为画面本身，而在于这种表达具有可信度。这种可信
并不是事实层面的验证，而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契合。当视觉、人物与认知三者保持一致时，内容就更容易被情感接受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类影像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吸引力，同时也具备情绪上的说服力。这种说服力使观众更容易进入内容，而不是停留在表层观看。从社交平台的反馈来看，这种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。在微博和抖音上，有不少观众提到，这组物料更像一段完整影像，而不是传统广告。也有观点认为，这种自然状态的呈现让人物更具生命力。在其他平台上，一些讨论则集中在品牌与艺人之间的匹配度。有观众认为，这种合作方式更容易被接受，因为它减少了刻意表达的痕迹。当然，这些反馈主要来自用户层面的观察，并不代表整体数据结论，但可以作为市场情绪的一种参考。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这类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趋势变化。品牌在选择代言人时，正在从单一的热度优先逐步转向契合度优先。这种变化使合作不再只是曝光渠道，而成为品牌叙事的一部分。有些合作能够迅速制造关注，但停留时间较短，而有些合作则通过一致性与稳定性，形成更持久的影响力。这种差异正在成为品牌策略中的重要考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并不意味着热度不再重要，而是它不再是唯一标准。在内容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，能够长期承载品牌表达的合作正在获得更多重视。回到这一次的合作，可以看到，它的讨论度并不仅仅来自视觉效果，而是来自多个层面的统一。从品牌理念到影像表达，再到人物形象，这三者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连接关系。当这种连接成立时，观众的观看方式也随之改变。他们不再只是接收信息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叙事之中。所以，问题或许不只是这支广告拍得是否好看，而是当品牌与艺人之间的契合度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广告本身似乎正在发生一种形态上的变化。在当下的内容环境中，匹配度正在逐渐成为一种更稳定的价值判断，而不只是短期热度的延伸。当观众开始不再把它当作广告去观看，而是当作一种叙事去感受，这种转变本身或许才是更值得被关注的部分。